洪水的故事并非圣经独有，在世界各地，从苏美尔泥板、希腊神话、印度吠陀经文到诺斯替福音的零散记载，几乎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保留了关于一场洪水的共同记忆。他们讲述着一场摧毁世界的水灾，一个提前得到警告的幸存者，一艘承载生命的方舟，还有洪水之后文明的重建。在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挪亚，在希腊他叫德卡利翁，在印度他被称为马努，而在诺斯替文献中他的名字是诺亚，他的妻子呢被称作诺利亚。某些学者指出，这些洪水幸存者可能并非纯正的人类，他们也许是一种混合血统，就像创世纪第6章中提到的那种尼菲林的后代。如果这些线索属实，那么全世界看似独立的洪水传说或许都源自同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史前往事。而在那段史前往事中幸存下来的不只是人类的文明，也许还有某些不属于人类的血统。希腊神话中记载，德卡利翁与妻子皮拉一同建造方舟，逃离了由宙斯降下的灭世洪水。他们的方舟在洪水退去后停靠在帕纳萨斯山，随后二人重新繁衍人类，被视为新人类的祖先。这与圣经中挪亚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但更奇特的是他们的出身。根据希腊神话，德卡利翁的父亲不是普通人，而是普罗米修斯，就是那位盗火给人类的泰坦神，一位传授知识而被天神惩罚的叛逆者。这段父子关系意味深长。一些研究指出，普罗米修斯所象征的天火与智慧，在不同文明中都与堕落的神灵或天使有关。如果这是一种文化映射，那么德卡利翁也许并不是纯粹的人类，他是带有神性或半神血统的存在。这样的血统设定与创世纪第6章中所描述的尼菲林形成了呼应。与此同时，诺斯替文献还记载，挪亚的妻子名叫诺利亚，她在希腊神话中对应的是德卡利翁的妻子皮拉，而在犹太传统中，她又被认为与拿玛有关。拿玛是拉麦家族的后裔，据一些后期文献的记载，她曾与神的儿子发生关联，也被称为尼菲林的母亲之一。换句话说，无论是挪亚与诺利亚，还是德卡利翁与皮拉，他们都不仅仅是洪水中的幸存者，更是某种特殊血统的延续者。在诺斯替传统中，诺利亚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女性角色，她的名字在不同文献中有多个变体，这些名字的差异映射出她在不同神秘传统中的多重身份。诺斯替文献认为，诺利亚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她拥有光之种子的灵性，却也因此成为执政者，也就是堕落天使视同控制的对象。在某些版本中，她拒绝了这些堕落存在的引诱与侵扰，成为抵抗腐化与堕落的象征，是一位捍卫神圣火种的女性原型。但诺利亚的身份并不止于此。学者詹姆斯·鲁宾逊在其主编的诺斯替经典集中指出，诺利亚的形象很可能是犹太传统中拿玛的演化版本。拿玛是该隐后裔拉麦的女儿，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她以美貌著称，也以行为放纵闻名，被认为是神的儿子们所钟爱的女子。她的后代被一些古代文本描述为尼菲林，这意味着在某些传说中，诺利亚不仅是挪亚的妻子，她也可能是洪水前后特殊血统的延续者之一。这种人类女性加上非人存在的组合，在各大文明的洪水神话中屡见不鲜，它们往往被赋予象征意义，是人类与神之间最隐秘的连接点。在希腊神话中，诺利亚被认为对应皮拉，而皮拉则与德卡利翁一起重建人类族群，是新文明的母亲原型。他们的共同点不只是角色位置，而是都承担了某种血统延续的任务，一个可能不属于人类的血统。因此，不论是诺利亚、皮拉还是拿玛，他们身上都藏着一个谜团，那条跨越洪水延续至今的隐秘血脉。
在古代印度的文献中，我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洪水幸存者的身影，他的名字叫马努。在婆罗门教经典《萨特帕塔婆罗门书》中，马努是一位正直而睿智的国王。一天，他接到一位神奇的警告，一场洪水将席卷整个世界，吞噬3界。这位神奇呢，正是毗湿奴。马努听从了神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巨大的方舟。当大水来临，他带上7位圣贤，还有每一种植物的种子。这并不是简单的逃难，而是一场有准备的文明转移。最终呢，方舟停靠在北方高山的山腰。许多学者认为那是喜马拉雅山的一部分，叫西马瓦特山。马努与圣贤们在洪水退去后缓缓下山，在那里重新播种，重建秩序。但马努的角色并不只是幸存者那么简单。在印度神话中，马努不仅是文明的重启者，他也被尊为人类的始祖，达罗毗荼之王。在摩诃婆罗多中，他被赋予了超常的智慧，获得了关于灵魂、不朽与宇宙法则的知识。有学者认为他并非普通人类，而是拥有神圣血统的王者，甚至可能是印度版本的神人混血种族。马努所展现的特质，预知灾难，与神对话，拥有永恒智慧，被赋予重建文明的使命，与我们上一期视频中在苏美尔神话中提到的乌特纳毗湿提姆极为相似，也与圣经中的诺亚有诸多呼应。不同的是，马努不仅拯救了人类，还肩负起延续种子、重建天地的任务，这使他更像是文明的保管者，而不只是洪水中的逃生者。如果挪亚、德卡利翁、马努代表的是洪水的幸存者，那么在诺斯蒂传统中还有一群人，他们从未登上任何方舟，却同样避开了这场末日洪水。他们被称为完美种族或不动摇者。这些记载来自诺斯蒂文献，其中描述洪水来临之时，这个种族并未被洪水吞噬，而是被光之云引导转移到某个隐藏之地。这个神秘的逃脱方式与传统方舟叙事完全不同。他们没有用木头建造船只，没有登船的名单，他们的庇护来自更高层的存在。这一族群的祖先呢是赛特，但这个赛特并非是圣经中亚当与夏娃的第3个儿子，而是在诺斯蒂体系中由光明天使所创造的原型。他被称之为光之亚当，是灵性完美的起点。詹姆斯·鲁宾逊的诺斯蒂经典集中，这个天使所造的赛特并非亚当之血脉，而是一种纯粹的灵性投影，代表着与肉体、人类、堕落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存在。他的后裔呢，就是那些完美者，在洪水来临之时被云光包裹，从世界消失的人。这些人的下落有文献暗示，他们后来出现在索多玛地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个后来被毁灭的城市是否是某种特殊族群的聚集地呢？这些所谓的完美种族不食人间烟火，也不依靠血肉繁衍，他们是光之赛特的灵性后裔，代表着与堕落世界截然不同的秩序。他们的逃生方式不是构建方舟，而是离开洪水会到达的层级，就像是被从物质世界中提取，暂时封存于另一空间。这一叙述呢，听起来神秘，甚至呢不可思议，但它贯穿了整个诺斯蒂思想的核心。物质世界是堕落的，真正纯洁的族群不在这场洪水中挣扎，而是在洪水来临之前就已经被转移了。这个版本的赛特后裔不是为人类留下血脉，而是为某种光之契约保留灵性的火种。他们不属于堕落者，也不属于我们，却曾参与了这场全球性的灾变，而他们的故事是否也被掩埋在创世纪第6章的阴影之下？无论我们翻开哪一本古老文明的记忆，洪水总像是刻在世界集体潜意识中的痕迹。名称虽然不同，语言各异，但背后的结构几乎一致。神谕的传达，方舟的建造，洪水的爆发，登陆高山，文明重启。除了幸存者，还有一个共通的细节，那就是非人族裔的幸存。在苏美尔有阿努纳奇与半神王族，在印度有神与阿修罗的混血种族，希腊保留了泰坦与英雄的神人传承，中国则是伏羲、女娲这种半人半蛇的神明，而在圣经中则是尼菲林。
他们不仅未在洪水中灭绝，还成为后洪水时代部分族群的祖先，甚至呢，在某些神话中被当作教导人类的存在。洪水之后留下的不只是重建的故事，还有神、巨人、半神血统的回声。他们或神秘，或英雄，或灾难性的存在，却从未真正离开过人类的集体记忆。至此呢，被遗忘的历史第2季史前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尾声。这一季我们从堕落天使的起源讲起，跟踪黑头人文明的诞生与阿努纳奇的阴影，我们走进山海经，探寻女娲与伏羲的神话身份。我们越过了金字塔与古埃及，寻找伊西斯和东方龙族的共同源流。我们也回顾了亚特兰蒂斯的余烬，翻阅死海古卷与苏美尔王表，在吉尔加美什的故事中拼凑尼菲林真实的轮廓。而在这一集，我们回到洪水之后的尘埃中，站在创世纪第6章的门口，再次凝视那未被说出的部分，那些未曾消亡的血统，那些未被记录的名字，它们仍在沉默中延续。但请记住，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更深谜团的入口。下一季我们将开启被遗忘历史系列的第3季，亚纳族的后裔、血脉和契约。我们将走入洪水后的世界，追寻那些被精心掩盖的族谱与盟约，它们跨越时间，延续至今。那些古老血统的后裔，或许仍潜伏在某个世界的角落，等待着某一天重回世人的视线。又或许呢，他们早已与我们共存，外表看似无异，只是我们从未意识到他们的血与我们不一样。